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达到1000订阅，大家可留言告诉我。我上一集影片讲到，佛教6大神通之一天眼通，秦始皇陵墓之谜比北京故宫大78倍。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我们常常听到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听起来是既神奇又不可思议。前不久的耶诞节就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关于耶稣最为人所知的，那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史学家对这事件的细节一直无法达成共识。有考古学家在捷克一座修道院的密室里面发现了疑似是耶稣的死刑钉，是个天大的发现。其实像这类伟大人物留下来的摄影物也不是第一次被发现，还有哪些呢？马上来一探究。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shall see God. Pray to him, and he will listen. 耶稣对人类的影响深远，他的遗物总是带有神秘色彩，每出现新发现，经常会造成热议。最近考古学家又有全新发现，在捷克的修道院里发现了一根钉子，而且这根钉子被认为很有可能是耶稣当时被钉子在十字架上所使用的钉子。这个长达15公分左右，看起来不太起眼的钉子，是考古学家从捷克修道院的一个密室里发现的。这个木头外壳镶嵌住21K 黄金制的十字架，上面还印有“爱”的字眼，而“爱”指的是耶稣为王。在专家分析这个木盒的材质之后，发现木盒在西元260到416年之间应该就已经存在，但研究人员也指出了，目前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可以判定这确实就是耶稣的死刑钉。答案还没那么快出炉，不过疑似是耶稣的遗物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发现。最著名的就数多年前的杜林尸布，由于上面有着男人脸部的面相还有血迹，被认为是包裹耶稣遗体的布。耶稣在复活之后留下了尸布，但圣经里并没有交代尸布的下落。直到14世纪，法国一名骑士宣称拥有尸布，然后辗转易售。到了16世纪，由杜林大教堂收藏，当时多达4万人亲眼争睹，只是尸布上浮现庞佛耶稣基督的男性人面，实在太不可思议，有人相信，也有人嗤之以鼻。It suddenly turns the shroud from an object of religious devotion to an icon of scientific obsession. If you prove that the Shroud of Turin is real, you're proving that Jesus Christ existed. Clearly, the blood on the cloth is not authentic. Old blood would be dark and blackened with age. 但这几年来，裹尸布是否为真，也让各界为此争论不休，直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定论。而这次的耶稣死刑钉，目前也只有捷克媒体报道，欧美的主流媒体似乎都将信将疑。究竟这根钉子是不是真的跟耶稣有关？外界的争论恐怕又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说到了宗教圣户，那就一定会提到佛教的舍利子。It's a pleasure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10,000 Buddha relics collection. 舍利是梵语音译，最早是指佛陀释迦牟尼遗体自行火化后留下来的结晶体。传说只有高僧火化后才会出现舍利子，所以普遍认为这是长期苦修后得出的成果。Price of our collection is a tooth relic. This tooth is almost 3 inches long. It has been growing since the Buddha entered Nirvana about 3,000 years ago. 也有信徒认为舍利子拥有强力的磁场，佩戴在身上具有趋吉避凶的作用。It is said that seeing the Buddha's relics is the same as seeing the Buddha himself. It will br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safety to this country. 绿意盎然的牛首山，伫立着雄伟庄严的佛顶宫建筑，这里面收藏了上百尊的雕刻，还有罕见的阿富汗玉佛，但最特别的就属这个。这是头顶骨，对，全世界总共有12块。镇馆之宝就是这佛顶骨舍利，也是全世界仅有12块的佛陀真身遗迹。近年来，全世界掀起了一波考古热潮，连带也让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留下来的文物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什么风？是东风丞相。一代枭雄曹操
有读过三国的人肯定都不陌生，再加上大量的影视作品渲染，应该没人不知道这号人物。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啥样的一句话说曹操，曹操到，谁都想说两句曹操，那是正常的。2018年，有考古团队在中国大陆河南安阳找到了一座古墓，几乎可以确定墓的主人就是曹操。消息一出，马上引发讨论，这位历史英雄人物的事迹就活生生的摆在眼前。不过很可惜的是，这座墓室厚达1.2公尺的3层墓室，专门已被破坏有不少的铺地石板，早就被盗墓者给带走。他在墓口，在墓道的位置发现了一个盗洞。不过发现曹魏古墓还是让考古界掀起了一阵波澜。另外还有这个第一次对外曝光的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2015年7月，几位西朱村的村民正准备进行迁坟，意外发现地面上有个长形坑洞，可能是夯土台阶，怀疑该不会是这地下有古墓。墓葬当时是有被盗掘的风险，就是在荒郊野外，而且这个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这有古墓。负责开挖的王成秋第一直觉就是这座古墓应该属于曹魏时期。它的整个规模跟它的级别是有一个大致对应关系的，它做的越大，肯定是它的级别相对会越高。既然有可能是皇室的坟墓，当然要加紧挖掘脚步。不过再怎么努力，出土的文物却很少，最后还是靠着一枚已严重锈蚀的铜印章确认墓主的身份，上面刻的是三国名将曹休。当得知这起墓葬应该是曹魏墓，当得知这座墓葬应该是曹魏墓，而且是曹休墓的时候，确实是让我们非常吃惊。其实这曹操古墓刚开始挖到的时候，也无法确认墓主的身份，连遗骸都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头盖骨，最后全靠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才有了定论。上面刻着魏武王常所用革虎大戟，而魏武王就是曹操。他的子孙为标明他喜欢这个兵器，是英勇，所以给革虎2个字给他镶入下来。随着全世界的考古工作不断进行，带来无穷惊喜，同时也让我们的一窥往日风华，围绕着神秘色彩的古文物，更留给了后世无限的想象空间。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